你看看，如果刚刚的正妹2号的故事，如果他们再往前一步，就是房子买下去了，定价签10%出去了，然后才得知妈妈生病，那他们的处境会变得怎么样？会变得更加糟糕，因为手上的钱可能100多万就先花出去了，自己的真实生活了，远远的比什么房地产投资报酬率还要来得重要很多。当人生遇上转折，像今天讲的2房比套房好，当人生遇上转折，这些东西都不再重要，我说真的就不再重要。我看完这个故事，我也不知道说什么，除了赞叹现在大模型的本事以外，仔细想想，其实这个故事也没有那么狗血啊，对不对？甚至是很多家庭都遭遇过这种猝不及防的人生坏球，对，我只能祝你顺利啦，不只是买房顺利，你的人生也要顺顺利利的，拥有一个如愿以偿的人生。揭露存头期款的3个建议，让你买房再也不难。先说结论，3个建议：不要把头期款存在股票；第二，用专款账户理财法；第三，准备买2房的头期款，而不要只是买套房。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小资族要怎么准备头期款。先说结论，不要把头期款存在股市里面，把那个股票当作存头期款的手段，通常都是哭的人比笑的人多。对，我不建议你在买到房子之前买股票，我也知道台股现在正在 happy 嘛，那如果你要入场的话，有机会都会获得不错的报酬，但是只要是投资就是会有风险。你去问你爸妈那一辈的，甚至投资10年以上的人，你就统计一下有多少人赚钱，有多少人赔掉一间房子的头期款。先说我并不是无脑的去反对股票，只是觉得房地产好。那我是这样想的，就你要累积头期款这件事情，它就不是以1个月2个月为单位来计算，而是以年来算的。好，那我问你你有把握就是你买的那只股票在你开始存股存头期款买房的时候就都不会赔吗？就一路高歌猛进直到你存好头期款，然后你存好头期款以后，你可以很果断的把钱拿出来吗？不要骗当你看股票在喷的时候，叫你现在立刻就收手，然后赚不到下一波的钱，你会甘愿吗？我们落袋为安，大家讲都很会讲，如果落袋为安这句话这么的铁则的话，就不会出现那么多套牢的人嘛。对，你一定想说我就多凹一下多放一下我说不定可以连装潢的钱一起生出来有喷是这样如果没喷呢？本来你就安安分分的存钱就好了，结果你现在平白无故去多冒了风险多冒了可能赔钱的风险。所以你要知道，专款专户才是答案那个什么跟爸妈拿钱什么的，那就不要拿出来讲了那我建议你的做法其实是这样，就是你也不一定要什么记账理财你就是多开几个户头，然后设定好哪个户头是用来干嘛的，那每个月设定自动扣款，这样就好薪水一到它就被划出去就到你的指定的账户。例如说你月薪3万的话，你就是直接划分生活费1万头期款1万杂支户头1万这样那如果你要玩股票或出游什么的，就可以拿杂支的钱来用那月底有剩钱的话，看你要怎么处理，你可以全部花光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有做好你的安排了就是这样那你也可以看剩下如果有钱，那你就把它丢进那个头期款账户都可以那头期款的户头就是说什么都不能动，直到存到目标金额为止我知道这样做听起来很笨就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嘛，可是它就是真的很有效你这不止我在讲，这不是一堆那个理财的网红YouTuber 他们也在讲记账专款专户那我看上这一点是因为我以前自己也这样子做以外它就是笨方法，可它就是确实有效，比那些什么有的没的还要有效很多，又不会乱掉。你设定自动扣款以后，你想后悔都没机会那个钱进来就出去了就这样。那你就是可以看到头期款的户头里面的钱变得越来越多，然后离你买房更进一步
那个说什么房价太贵的那先不要拿出来讲，那是因为月薪3万那像我们那种工作已经，我这样算算好像有10年吧，我们的薪资都还可以啊，对啊，那我们在存其实一年要真的说要存个50万、70万，这个都存得下来，这些钱不拿来存会发生什么事？我也是花掉以前花到哪里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我自己是在存一些房子，我就更 OK。那个薪资太低，说房价太高，你去看别的影片吧，这个我也没办法，这个是另一个更大的题目。我们今天就是针对小资族3万块的薪水、5万块的薪水大概反正就10万以下，差不多是这样。这不是说什么我不食人间烟火，那张忠谋自己讲的。张忠谋我们台湾护国神山的老大他说月薪30万以下都要，我忘记他讲的名字是怎么样，就是反正都要加油啦月薪30万以下，月薪30万上个班上到月薪30万，月薪30万的话，一年不是就对啊，就很好过这种人对张忠谋来讲也叫做刚刚及格而已。对，所以本来就是这样，现实的生活你领3万那是你你去看整个内湖科学园区，你去看整个新竹科学园区你不要说科学园区，你去看传产公司里面也有人赚很多的那他们为什么会有房子？他们就是除了赚得多以外，他们也愿意存。那他们为什么赚得多？去思考这里才有意义，去解那个为什么人家赚得到那么多，我赚不到？我跟他差什么？证照吗？技术吗？去学啊，对啊，就这样。我也是常在学一些有的没的那我会发现说专业含金量高的事情其实没有很难真的没有很难那个都是人家做起来很专业，看起来很专业，导致你不敢前进而已你就去做做看。最后你要知道准备买2房的头期款，不要买套房。那再来的问题就是你应该准备多少钱来做头期款？那我有一个建议你参考看看就是不要准备套房的头期款而已，而是要准备2房的。套房是这样因为它总价最低，所以它就变成说很多女孩子或是新鲜人他们在存就存套房我跟你讲，你存套房头期款会出问题的，就是到时候它不是贷款80%的状态，它是只能贷款比方说7成6成，因为它坪数不够准备2房才是合理的。我知道很多女生会想拥有自己的房子，我之前故事也讲过嘛，那个正妹1号这是好事情你有自己的房子，以后讲话大声那甚至可以叫另一半这样子，从我的房子给我滚出去，然后他就出去了，你是用滚的都可以，很 OK。那因为套房它就是低总价，所以很多人会先把目标放在这边，但我是真的是很不建议真的很不建议。套房就是过渡产品它就边角料你要买套房，银行通常很难去给你到足额的8成，除非你的套房有超过15坪。有很多版本这个坪数的版本，每间银行甚至每个分行它的考量都不一样但是超过15坪、16坪，这一定是相当安全的但你自己看你要为了贷款8成，然后你还用到15坪以上的房子，那你干嘛不直接去买2房？对啊，而且2房以后很好脱手，这是因为客群的关系。买套房就是套房的客群。那2房就不一样咯2房就一堆客群可以去考虑好脱手。而且我讲的是好脱手，我们真的走到自产的阶段我们还是在3房2厅的真的3房2厅，我们就等2房族群换屋。那我们今天讲的是小资族买房所以很可能是你的第一间房子。第一间房子的话，2房会是比较理想的答案。1房1厅我知道最近很流行，但我实在是不知道，我还在做功课以后有新的我再跟你分享。好，那2房确实很好脱手，你也可以把其中一间房间拿来干嘛？你虽然一个人但你多一间房间就是爽啊！你要打电动那女生你要做衣帽间，或者你要养宠物就给她自己一间都可以包包衣服就给她塞到爆，这样也非常的快乐不要买套房至少要买到2房。那也不一定，你第一间房子就要直接上到3房2房你自己住，你跟你的另一半住，其实就很舒服了。然后朋友来玩什么闺蜜聚会、睡衣派对，这些就相当 OK 了。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聊了小资族要怎么准备头期款。我给你的第一个建议是远离股市你不要把头期款存在股市，因为股市的风险
就存在哦，那你也无法你以为你在把钱存在股票里面，到时候被它咬掉都很可能会发生哦。那你本来安安分分你就做得到的事情，你就不需要去多冒这条风险。第二个建议是用专款专户理财法，将收入划分成不同的账户，生活费、头期款、杂支等等，然后在月初的时候设定自动转账，就能够让头期款的户头保持固定的成长。这蛮简单的，这我也做过。专款专户哦，当然比我厉害的人更有研究了，他用手机 app 点一点就好了。那我自己是去那个银行柜台，他就问我说：“那你要几号哦？你要多少钱到哪个步子？”然后叫我填一填，填什么我也忘了哈。那确实是就能够发生这样子的效果。好，那如果你要加快的话，就是月底的时候，如果还有剩钱，就全部再回存到你的头期款的户头里面。第三个建议，准备2房的头期款。不要准备套房而已哦，原因是在房地产的交易里面，套房产品真的是相对不受青睐哦。你真的要讲的话，一房一厅都比那个套房产品还受青睐。套房产品哦，它涨得比较慢，就是要等别人涨完才轮到它哦。那它卖的也慢，因为它客群哦很限缩，然后它还不好贷款。好，那不好贷款还有别的意义哦，就是现象啦哦，就是它会卡掉你的一个80%贷款席位。你明明就可以贷款80%，可是因为你买的是套房，好，那套房银行算一算以后，它放给你，可能对你来说只有60%而已啊，那你不就平白无故去损失掉这个珍贵的80%贷款席位哦，这很不划算哦。所以除非你是要全款哦，就现金把套房买断，那这个可能可以考虑哦。那如果你是打算买了之后自己住哦，或是出租哦，要放个5年、8年、10年哦。我还是建议直上2房哦，直上2房，存到2房的头期款会比较好。2房都是能够贷款80%的。我都会先讲哦，不然怕忘记。那个，我先跟你分享一个我最近在做的玩具哦，买房阿元高雄地图，这个是我做好玩的啦。你也知道我现在都住高雄嘛，没事我都跑来跑去吃吃喝喝这样。索性我就把这些 YouTube 有推荐好吃的跟好玩的都在地图上标一标。真的我平常没事我也是看一下人家拍高雄美食在讲哪些店，我就去吃这样。好，然后顺便把我做的重大建设功课我也给它写上去。如果你放假要来高雄玩，或是来高雄看房子都可以来看这张地图，那就可以看一下附近有什么好吃的或是有哪些重大建设。你如果想要看这张地图的话，你就扫一下这个 QR code， 或是点开资讯栏的连结就会看到了。你也可以在 LINE 传给别人那记得要用浏览器打开不要导引到它的 Google Map 上 ，Google Map 这个 App 打开后有问题，就用浏览器看就好了。那顺便再推荐一下高雄自产的房仲店，我自己是都找高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的房子都是他们帮我处理的超过10年了。除了一般的买跟卖以外，还有其他有的没的帮忙整理装潢拉租金或是出租找租客代租代管他们都能帮忙真的我们合作很久了我跟他说好一个行情价基本上都是可以卖到这个行情价格稍微往上一点点，速度蛮快的，没事他也不会一直来就打扰我们这样。我是真的很信任他们我现在的买卖持续都还是跟他们做所以你有房子，高雄房子你要买或者你要卖你要装潢什么的，那你就加台湾房屋美术之星的 LINE说你是阿元的观众那助理他们就会好好的去服务你。我自己也有加他们平常也会 po 房子嘛，我跟你都是看一样的房子真心推荐。现在就加台湾房屋美术之星的 LINE 小老鼠 go， 小老鼠5个 go，记得说是阿元观众那我也知道台北人虽然很多都跑来高雄买房子，可是台北人其实更钟情于自产台北一堆人问我有没有推荐的台北房仲，这是只能抬出我的前辈了来这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 BUYTAIPEI 小老鼠买台北。台北市、新北市他们都有服务新北很远远到淡水他们都有服务的，买或卖都 OK。这位前辈也是很厉害只要是台北相关，我有不懂的重大建设或工程进度，我也是都问他。他在地产圈也是很有名主要服务高资产族群。但先说前提你要自产台北市，你实力就要够，这个是全台湾最顶级的巅峰战场自备要大概500以上吧，这就是常态。好啦，台北跟高雄我最推荐的房仲我都跟你讲了那现在就加他们的 LINE
平常没事的时候就看一看他们 po 的自产物件。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有钱。讲八卦，讲八卦。我来讲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的主角，我们就叫他正妹2号吧。正妹2号，上一集是1号，今天换2号。或许你会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正妹2号啊，她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生。她因为小时候常常搬家，就一直梦想未来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子。那她的目标是买一间台北市中山区属于自己的小窝，哪怕屋龄很高的电梯套房，这也都可以。因为中山区她觉得有非常多的百货公司，她认为即使自己日后没住，她也很好出租出去。于是这个正妹2号就开始努力的存钱。那虽然刚毕业几年而已，然后薪资都不是很高，但正妹2号依然对这个投资理财这个题目非常的感兴趣。想着让自己的钱越变越多这样。然后在公司行销部的同事影响之下，他也尝试过把钱投资到股市里面去，想要快速累积头期款。那刚开始的时候就新手运，他的账户上的数字确实有在增加，这个他就觉得很兴奋而且他还在算说如果我继续下去，这个绩效继续下去，说不定1-2年后我就可以准备把工作辞掉，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房子也都买得起。但是随着市场的波动，他的投资就出现了大幅度的亏损，辛苦存下的钱就一下子缩水了那正妹2号就感到非常的沮丧，因为那都是他自己加班加来的血汗钱，然后在股市里面这种无声无息的赔掉，他就感到非常的痛苦这样。那后来他就听取了一个有在开理财读书会的另一个部门的主管建议他就告诉他说你可以用这个专款专户的理财方法他把每个月的收入就按照用途把它分开，固定去存入头期款的账户，他就是绝对不动用那就用这个固定的额度去自动转账，每个月的薪资一下来就自动被划走了那这样可以踏踏实实的存下现金。虽然这样子做让他的生活开支变得紧张了一点，很多那个朋友的聚会唱歌或是餐酒馆他都不太敢再去这样。但是当他看着自己的头期款数字稳定的成长，他的内心就感到非常的踏实。然后就这样一路存了6年多他也快30岁了。这中间那也谈了2段感情第一个男朋友就是属于那种跟他交往很快乐，可是他是有钱就花的理财观念那这个男朋友带他几乎吃遍了信义区的高级餐厅虽然在一起的时候很快乐很愉快可是他就是有点怕怕的，不敢恭维。那第二个男朋友是工程师一样是内湖科学园区的工程师。那工程师他就不会什么花言巧语讲话也很无趣这样，可是他就是生活非常的踏实稳定平淡这样，甚至让正妹2号的心里就萌生了将来说不定可以跟这个男朋友结婚的念头。当她跟男朋友一起存够了一笔钱在考虑可以买房子的时候，她又面临了一个选择就是她本来小时候就是打算要买一间套房，因为总价低负担小嘛。可是她稍微深入的了解以后，她发现前辈都叫她不要买套房，因为套房的贷款条件不好，将来要卖也不容易。那2房的房子虽然总价高一点但它其实更容易升值，那生活品质也会更好。于是他就改变目标，他决定要继续努力一段时间直接来存够买2房的头期款，这个会是比较好的选择。他也把这个决定跟他的男朋友分享那男朋友也表示十分的支持，不过也很理性的告诉他说那可能就看不到台北市了，而必须是新北市的一些中古电梯大楼。那正妹2号想一想也还能接受啦那终于有一天，正妹2号跟男朋友一起存款，存够了头期款300万。虽然其中大部分都是那个工程师男朋友去存的但这个正妹2号还是很开心。她打算假日跟男朋友一起去看看林口 A7 的房子因为公司有同事买在那里那之前去玩过，觉得说除了上班距离很远以外，其实都蛮理想的。
那正妹2号就一边编织着未来生活的美梦一边盘算的，是该先结婚还是先买房到底要不要跟这个工程师男朋友继续走下去然后在一个工作日的下班时间，男朋友就跟她说，买房子的事情可不可以再等一下？那正妹2号就觉得很纳闷男朋友才有一点痛苦的说出说，他住在台中沙鹿的妈妈检查出癌症了已经扩散了那怕之后要用钱用很多所以买房子的事情可不可以先等一下？这个男朋友他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看到买房子的事情，他现在是真的没有心情这个正妹2号就十分的错愕他也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是要生气还是委屈他明明买房子的美好生活就近在咫尺，可是他的另一半家中突发变故嘛，这不可能不去帮忙的。他又觉得说，我忍耐了这个梦想已经为他忍耐，然后付出牺牲掉很多10几年了，就是想要有自己的小窝，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上天对他很不公平，可是他也是能够理解毕竟生病这种事情谁都知道无法控制那就只能再等等了继续上班一段时间。然后在上班一段时间的时候，他总觉得心神不宁然后身体怪怪的，不知道是这件事情的影响或是怎么样，越想越不对劲然后跟闺蜜分享，终于她发现她自己怀孕了验孕试纸出现结果的那一刻，她整个人都不好了你自己看，另一半家人生病梦想的房子落空，还没有结婚却又怀孕了，工作也不上不下的，他就不禁开始胡思乱想想什么呢？想说他到底是怎样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一团乱麻的他目前的人生没有人有错男朋友没错，做个孝顺的儿子，留着钱来照顾妈妈，真能有什么错？他自己也没错安安分分的上班，踏踏实实的朝梦想前进，却突然就跟这个梦想绝缘他也没错这个突然报道的小孩子也没错突然报道，但自己跟男朋友都还没有做好准备对小孩子有什么错那男朋友也已经请了假回去沙鹿看妈妈，并且安排以后住院的治疗的事宜好，那这个正妹2号一个人应该说是2个人就肚子里面还有一个那她还没有跟男朋友讲她怀孕的事情因为她现在不知道她男朋友还撑不撑得住她不想要继续走下去吧，她怀孕了那继续走下去吧会非常辛苦她也不知道自己撑不撑得住，撑得住又如何呢？那撑不住又该怎么办她觉得很无助她也没有想要大声哭出来，但是她的眼泪却控制不住的一直掉下来，没有停过。听完了故事这真的只是一个故事不要想太多。我就很纳闷，我的那个O1模型是怎么写出这么狗血又贴近现实的故事这个再修改改就可以投稿给3立8点档了很夸张就是说有一句话叫做如愿以偿如愿以偿。那真实的生活就不是这样，真实的生活就是这样就是一团乱麻，一地鸡毛这样。房子买不买，买跟不买都有道理，这不是只有涨跟跌而已呢。你看看，如果刚刚的正妹2号的故事，如果他们再往前一步，就是房子买下去了定价签10%出去了然后才得知妈妈生病那他们的处境会变得怎么样？会变得更加糟糕因为手上的钱可能100多万就先花出去了，自己的真实生活了，远远的比什么房地产投资报酬率还要来得重要很多。当人生遇上转折，像今天讲的2房比套房好，当人生遇上转折，这些东西都不再重要我说真的就不再重要。我看完这个故事，我也不知道说什么除了赞叹现在大模型的本事以外，仔细想想，其实这个故事也没有那么狗血对不对？甚至是很多家庭都遭遇过这种猝不及防的人生坏球，对，我只能祝你顺利啦不只是买房顺利你的人生也要顺顺利利的拥有一个如愿以偿的人生。